在 Planet 里面实际上有6个工具，我们点击这个菜单，在这边有一个摄影工具，这边可以看到这所有的6个工具：坐标、海拔、距离和视线、焦距、查看景深、查看全景和航拍。我们这个视频呢会讲前2个，或者说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。这水平也有6个按钮，这分别代表6个工具。所谓摄影工具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工具和你的时间是没有关系的，和心率是没有关系的。那么比如说像这一个点的这个坐标，这上面会显示它的坐标，这个坐标显然和时间没有关系，所以这边我们就把这些功能呢，我们称之为摄影工具。在使用工具的时候，我一般有一个习惯，我就会打开这个心率这个选择窗口，然后点击这个无，这样呢，我的地图就最大化了。刚才也提到了，这些工具实际上是和心率没有关系的，所以我就把它关闭掉。我们先选择这第一个工具，也就是这个坐标和海拔工具。这个呢，主要功能是呢，大家可以这样拖动地图，拖的同时，大家发现这个纬度和经度在跟着变化。它显示的实际上是在地图中心这一个小圈圈这个位置的坐标。这个坐标大家注意到是个蓝色的，在 Planet 里面任何蓝色的字都是可以点击或者长按。那么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试试看，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坐标的格式，有不同的格式，比如我们选择另外一种格式，选择这一种格式，你发现这个格式就改变了。这边有很多种格式可以去选择它。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长按，我刚才提到，你可以长按它一下，它就会出现一个提示，让你把这个坐标给拷贝下来。有时候你想把坐标分享给别人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点击拷贝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时候你再到粘贴里面就可以把这个坐标给粘贴到微信啊，或者QQ 啊都没有问题。最后一个显示的是个海拔，这边呢你要点击获取，我们点击它一下。就得到了这个位置的海拔。不过大家注意了，默认的情况下，我们用的是 Planet 的海拔。这个在设置里面有一个海拔提供商，这是默认的是用 Planet 的海拔。但是这边也提到了 Planet 的海拔数据，目前来看呢，精确度稍微低了一些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想要更高的准确度的话，我建议大家使用必应的这个海拔。但是这个海拔需要申请密钥。我在公众号文章里面有提到怎样申请这个密钥。另外，谷歌也有一个海拔数据，但是这个也需要密钥。同时呢，它的那个申请的复杂程度更高一点，所以我一般来讲会建议大家用必应的密钥比较好。当然了，将来我们会尽量提高我们海拔数据的准确程度，这样可以就用我们自己的海拔就可以了。另外呢，大家看到这个海拔这个颜色也是蓝色，表示它依然可以点击它。我们点击它一下，发现从米变成了英尺，实际上这是把单位从英制变成公制，公制变成英制这样一个切换，再点一下就变成了米。这个长按呢也可以，实际上是把这个 6.03 米这个值给拷贝下来了。下面呢，我们切换的第2个工具就是距离和视线这个工具。这时候呢，大家注意到这边出现了一个相机的位置，我们自动会把你地图中心作为我们的相机位置。然后这时候如果你再去拖动地图，你会发现从地图中心呢会有一个连线连到了相机的位置。那这就是我们要引进的第2个点。这边呢会出现3个值，第一个是方位角，方位角的意思就是正北方向是0度。正东是90度，正南是180度，正西是270度，然后又回到正北就变成0度。那么115度就表示东偏南一点点，所以在这个方向。它的距离呢是 2.10 公里，也从这一点到这一点的距离是 2.10 公里。你这边也可以点击一下，就可以获取它的海拔落差。你看这个还是蓝色，表示它还可以点击。我们再点击它一下，你可以发现这边实际上是一个海拔落差的一个相当于一个线，就是沿着这线路上所有的点，我们取一个采样点，
得到它的一个海拔落差。但这个地方并不是很明显，因为上海基本上是平的嘛，所以这边并不是个很明显的一个。你到了山区，你就会发现这个线条就非常有用，因为它可以告诉你从某一点能不能看到另外一个点。另外这个也是蓝色，表示它也可以点击，再点击它一下变成了英里，这就是英里和公里之间的一个切换。那么这边呢，我们也可以设为我们的拍摄主体，然后这样我可以去拖动它。大家看到我在拖的同时，这方位角和距离都在跟着变化。这一个功能实际上很有用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可以量地图上的任何2点之间的距离。比如说在这边有一个金茂大厦，它这里呢实际上把金茂大厦整个楼的轮廓给画出来了。那我想知道从这边这个西边去看这个金茂大厦它的宽度是多少，这个值一般很难在网上能找到，因为一般它只能找到它的高度，不能找到它的宽度。所以那怎么办呢？那很简单，我们就去长按它一下，把它设为相机位置，在长按这一边把它设为拍摄主体。那这时候记住一定要切换到第2个工具，因为这时候你才能看到它的距离是 52.83 米，或者说你想知道从这一个位置看过去 70.56 米，这样都任何2点的地图上的距离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测出来。然后这时候如果我们想添加一个标记的话，那我们再比如长按它一下添加个标记，那么这边的宽度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大概是50-60米左右吧就可以了。它的高度嘛，我们可以在网上可以找到它的高度，这就很容易就可以形成一个标记。你看这边会画出一个标记的圆圈，表示它的直径差不多跟这个金茂大厦的直径是一致的，这样就加了一个知道宽度的一个标记了。这也是一个用这个距离工具的另外一个用法。我刚才说到了这样一个海拔落差不是很意义不大，因为上海比较平嘛，所以我这边举另外一个例子，我先切换到谷歌地图，因为这时候我要到国外的一个点，我这边到美国的这个 Tunnel View 这个地方，好，到美国 Tunnel View 这个地方，我把这样一个位置呢设为我们的相机位置，然后我再去搜索著名的 Half Dome， 然后把它设为我们的拍摄主体。好，这时候呢我们依然切换到第2个工具，就是这个距离和视线功率。它的方位角是75度，也就这是正东，东偏北一点就是75度。然后它的距离是 13.09 公里，是 8.13 mile。然后这边我们来点击获取一下这个海拔。大家看到这条线是绿色的，意思就是说我从这一点是可以看到哈弗顿的山顶的。那我们再次点击进去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线条，这就是你所在的 Tunnel View 这个所在的这个机位，那么这就是 Half Dome 的这个高度。在这一边呢，实际上有一个地方比较高，挡住了一部分，我们可以看看到底在哪，因为你可以点击任何地方以后，它就会变成一个红色。好，差不多这就是最高点了。那么在这一点呢以后呢，你比如说你想知道这一点在地图上到底是什么位置，你就可以去长按它一下就可以了。大家看到这边呢，就把这一个位置给画出来，实际上这一点就是在这一块出现的这一个位置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从某一点没法看到某一个位置，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功能就可以找到，比如说往前再走几百米，也许就能看到了，那我们就有个目标了，我们就翻过前面那个山头，就能看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景色，就通过这样一个工具就可以做到。比如这时候我把它设为我们的相机位置，然后再去点击获取的话，你会发现，这就完全可以看到哈弗顿，非常近距离的看到哈弗顿的样子了。好，那么这前2个工具，也就是坐标工具和距离工具就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